所谓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这是古人对家乡。我们还有1个多月就要回上海了，距上一次呢也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了。你有想家吗？想家也没有了嘛，比较想的还是一些亲人吧。有没有一些思乡情节呢？思乡情节除了牵挂长辈之外，没有什么其他的了。你呢？我也是有一点吧，可能想见一些朋友，有点像是旅游的心情，想要去逛一逛，对，这种感受。高色，你想家吗？有一点，你想的是什么呢？我去吊打我表弟。那篮球，篮球技术。每个人都有一些思念的地方在啊。那你觉得你对上海的思念好像不是特别多，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那去年往返上海工作，大概回了8、9次吧，太多次了，把我实在是去腻了，并且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来了马来西亚就是落脚什么都安顿好之后，我第一次回上海去工作的时候，当时就哭了嘛，很 emo 的嘛，很强烈。一家3人如何反应？不要回上海是吧？我不想回。再说一遍。我很 emo，我不想回上海。你想回上海吗？什么原因啊？不想了。很强烈的不想回去，很奇怪，就一下子好像家跟那个家的感觉，对这里会更深，到那边反而觉得要跟家人分离，就不是家。我也有类似的，因为我之前差不多都是每半年回去1次嘛，所以第一次和你一起回去的时候，我也有一种强烈的不适应感，好像回到上海才是回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就隔着玻璃去看它，总觉得不是那么的真切，也特别的想要回到大马。我记得你第一次回来之后，你拍了个短视频，什么迫不及待要回家什么的，放了一个交响乐。我们俩。我们俩回来的时候也是觉得哇，这个是非常放松了，又开始重新享受这里的生活。到第2次，也就是上一次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回去呢，我不是说这感觉好一点了，熟悉一点，那回到大马又是感觉很亲切对的。你有没有分析过啊？就到底什么东西使得你比较起上海更觉得大马像是家呢？就你在这边举目无亲吧，说的负面一点叫举目无亲，但是在我看来就是天高皇帝远，没人管得了我嘛。这其实有巨大的好处是吧？对，回到上海那个感觉，可能是太熟悉，可能是边界感都比较少的话，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昆虫被粘到了蜘蛛网上面，动弹不得嘛。哟，昆虫被粘到了蜘蛛网那一定还是个小昆虫，粘住了你又是不得动弹，那还有一个大蜘蛛会过来咬你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画面。你是说我爸妈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在问你啊。对，但是我爸妈这种给你的无时不刻的这种压力，毕竟现在是寄人篱下嘛，打引号的，因为我没有家了嘛。还有你感到很强大的那个社会舆论，还有这种自我监督嘛。你到那边去，你就会自己谨言慎行。你的亲戚因为跟你看的角度不一样，很多话你就不要在他面前去说了吧。虽然我没有这么厉害的感受啊，但我感觉是有一点。我一直讲的就是拔插头，你回到熟悉的地方呢，好像别人对你的需求很多，对你的管束也很多，
你身上就像是插满了插头一样，这个也是不太自由。但是 Wilson 这个小动物不是被我们这个蜘蛛网一起带到大马来了吗？还有回到国内去啊，我有一种不太喜欢的感觉，就要回到以前那种很物质的那种。怎么说极繁的生活当中，因为我可能极简这个玩意儿口头上面叫了这么多时间，我还没有真正略有时间，但是怎么意志力还不够坚定，还没有完全修炼成功。一回上海嘛，又进入那种网购模式，家里面的生鲜一天买个3-4单，20分钟它就能送到。这个特别有意思。上次也跟我讲过，你觉得上海其实这些所谓的便利的互联网服务，其实也是吸引住你去分心的，让你的生活不极简的一些东西。可以这样去说吧，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上说，为什么买生鲜一天要买3-4单？其实还不是因为优惠券，你不在家里面烧的话，你其实吃不到更让你满意的，你也不放心，只能这个样子。你不像在马来西亚，你就觉得一个是买东西不方便，第二个就是外面东西好吃的很多，而且价格还比自己买的要低很多。怎么说？对比之下没有办法，无奈之举。那你看生鲜的购物。外卖是吧？还有各种各样的快递送达都很方便。对，为什么经常去购买反而会让你感到不自由呢？会让你感到说这种不极简，会让你感到不舒服呢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觉得囤东西就是个病吧。你到中国没有办法，我还没有修炼这个能力，还是会有一种贪图便宜，还有很容易被那些广告吸引，说现在不买，要再过半年，等到双11再买。你想一想，可能有的东西确实是中国比较便宜，又会买好多光再运到马来西亚来。对这很有意思，边界感、自由、极简生活。现在再来看，那说明我们1年多前选择到大马，这个选择还是对的，因为阻碍我们的这些因素还在那边。对，说明我们做了一个符合自己生活目标的一个选择。对那倒过来，大马肯定也有什么东西让你感觉更舒服嘛？虽然你提了一点在吃的上面，对，会让你觉得大马更像家，因为你不可能有2个家嘛。某一样东西让你心里感觉更舒服，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家。对啊，大马是有哪些呢？大马不要脸的傲娇一下，我们家住的特别好嘛，对吗？我们家那个房间这么大，在这里算一般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。我觉得已经是很好了。你在这个中国，如果同样的湖景，对吗？同样的面积这么大，你在上海的话，你想想我们俩这辈子何德何能？如果以我们当年打工的这样的一个，不知道多少千万才能买得到了几辈子吧，对吧？不吃不喝几辈子吧。在这边的话，是一个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能够负担的。我们我们一点一点把这个家房东配置的简单家具我们都没有用，自己去一间一间淘回来自己喜爱的家具，整个家里是按照我们喜欢的样子去布置的，不像以前上海的家，说父母买了很名贵的那种红木家具，每一件都做得很不舒服，也不敢去动它是吧？对，不敢稍微弄坏一点，妈妈在那边要叫没有弄坏了，也不能养猫。但是看我这边还有橘子，多好呀！是也有观众不是给我们写信说我们家2个儿子吗？对，2个儿子。你看有意思的，虽然大马是新来的，虽然房子是租的，虽然我们的设施在这边还是简陋的，但是却心理上更让我们感觉像家嘛。对我在想挑战你问你，过去的很长时间我们都生活在上海，你以前也出去有长时间的出差或出去工作，有没有以前想念过我们当时的家，在上海的家呢？以前也会有想念吧，但是更多的就是在外面吃了很多的东西之后，还是想自己回来烧菜。以前更多是这方面的想念吧。是因为美食带来的？吃饭也是家常菜，倒不是说那种非常好的珍馐美味。难怪大家讲胃是你的第2大脑，抓住一个人的胃就可以抓住他生根发芽在这个地方。那你觉得在马来西亚是让你什么地方感到了像家呢？我觉得跟你一样吧，你讲的边界自由我觉得总之来讲，就我以前说的心理的自由、身体的自由、时间的自由、亲子时光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哪里都得不到，它又是对我们的人生价值、家庭目标来讲最最重要的一样东西。是对的。而且呢特别有意思，你自己重新开始了，也很珍惜自己创造的这样的生活，可能有一个再塑造的过程吧，你会很珍惜这样的成果。对，那很多人他也会讲，我在大马不习惯我想念自己的家乡，比如说他会碰到什么吃不惯，对，沟通也不习惯，是吧？生活上各种
不便利、所谓的困难，对你来说都没有吗？肯定会有啊！我还记得第一次落地大马，当时你们公司给我们配的那个公寓嘛，我是在上海时候看到那个图片，我心里面就有一点凉了半截。但是我当时就跟自己讲说，这是我选择的生活，别人公司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套住房，已经是很好了，千万不要去抱怨。我就给自己一个洗脑嘛，对我来讲是有不适应的地方，但是我就跟自己说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选了之后就爱它。不爱的话，爱不起来的话，那就努力的去爱。你说饮食不习惯，我一开始来我也很想念上海的一些小吃啊，但是怎么说呢？一个就是你自己去找那些小吃，第二个找不到就自己做嘛，总有办法能够克服。再不行的话，那我就吃这里的，我就爱上这里的东西就是了。对我们南方人来说，大马的美食已经是非常吸引我们了，就它加分项出现的那些新的食物。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给自己洗脑的过程，我与其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，我就是让自己清醒嘛。我现在就生活在这里，我把这一切就要变成我喜欢的生活。有道理啊。其他呢，像沟通啊、交朋友啊、生活便利啊，对你没有造成什么问题是吗？这个没有，如鱼得水。有人帮你开车吗？我这车夫非常尽心尽力，而且呢，以前这存下来工作存下来的钱也让我没有车夫的时候也可以打车。工作上面用了十几20年的英语嘛，说我现在在这边交朋友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好像我们过去做的事情就像小珠子一样，好像是他准备的，被串起来了，对，都用得上。只是大马突然出现，变成一个非常适合这条项链的一个地方。是的那我又想挑战你，你既然说可以给自己洗脑，在上海的时候洗不过来吗？洗不成我们喜欢的样子吗？洗不成让我们时刻思念的家乡吗？我就还洗啊，我爸妈也是这样批评我。我的答案也是。对啊，那就说明我被上海这个地方跟我八字不合嘛，我也是个失败者，就像观众留言说的是失败者。那既然在上海失败了，那我可不可以在一个新的地方爬起来重新开始呢？是这个就要感谢这个地方，因为它至少是让我们可以把自己脑袋给洗过来的地方。其实我比你要我相对客观一点啊，因为在我们原先的地方是有很多客观因素造成的，你想洗其实也洗不过来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